球华语摩课师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台湾科技大学阮胜章教授，欢迎大家来参与这门物联网核心系统分析的课程。在前面的实例天气账当中，利用感测器的量测，监测室内的体感温度，让室内保持最舒适的温湿度。这节课我们将进入第二个主题，我们使用树莓拍实作家庭监视系统。我们将利用树莓拍搭配 Webcam， 利用 Linux 免费开放的软体，做出一套入侵警报的监视系统。那么大家快拿着树莓拍，跟着助教进入今天的实作课程。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要带各位同学实作的是家庭监视系统。这里介绍如何使用树莓派与网络摄影机，打造一个物联网的监视系统。发现异状时会自动以 email 通报。使用树莓派打造具有物联网功能的监视系统，主要的技术是应用 Motion 这个工具来处理网络摄影机的画面，侦测画面中的变动物体，再配合自己撰写的通报指令稿，组合完成为一个物联网的监视系统。我们事前的准备是树莓派以及网络摄影机。助教使用的是 Raspberry Pi 3开发版以及微软的 LiveCam Studio 网络摄影机。作业系统是使用树莓派官方版的 Raspbian。关于网络摄影机，树莓派本身支援许多网络摄影机装置，我们可以上网搜寻 RPI、USB、Webcams， 也就是 Raspberry Pi 的网络清单摄影机清单。我们可以从里面查询详细的资源清单，可以知道哪些网络摄影机有被树莓派支援。或是我们可以从 Terminal 里面输入指令 LSUSB， 查看你现在插的网络摄影机是否已经被树莓派截取到。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助教的滑鼠，第二个就是微软的网络摄影机，所以我们的网络摄影机已经有被树莓派读到了。或者我们可以执行安装指令，安装 Streamer。在安装之前，我们要先 update 跟 upgrade。完成之后，可以使用 APT 来安装 Streamer。Streamer 是一个小工具，可以用来截取网络摄影机的画面。我们可以使用 Streamer 来简单的照一张相。
在开始使用 Motion 之前，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套 Motion 软体。Motion 是 Linux 一套免费且开放的原始码，用于 CCTV 动作侦测的软体。Motion 可以监视来自一个或多个摄影镜头的影像信号，并且能够侦测图像的重要部位是否已经改变。当侦测到物体移动时，能将当下的影像做保存，可以用来设置监视安全摄影机，或是观察鸟类、检查宠物，并且支援许多状态应对，能够依照使用者的需求做许多客制化的动作。此程式是用 C 语言编写的，适用 Linux， 利用 Video for Linux 界面。Motion 是一个 Command Line Base 的工具，其输出可以是 JPG、NET、PBN 档，或是 MPEG 影像，且占用空间较小。CPU 的使用率也较低。以下是 Motion 的官方网站与维基百科的介绍。介绍完 Motion 之后，我们就要来开始安装。使用 APT 即可安装。安装之前，先更新系统套件资讯。sudo apt-get update。接下来安装 Motion 套件为 sudo apt-get install Motion。在 Motion 完成之后，预设是不会自动启动的。要让它能够开机时自动启动，就要修改 Motion 的设定档。这个设定档是在 etc find 的 Motion 里面，我们要将 Start Motion Daemon 从 No 修改为 Yes， 这样在开机之后就能自动启动。接着修改 Motion 的设定参数，这个设定档是在 etc Motion 的 Motion Config。我们需要调整 Motion 的参数，这里的参数很多，这里只是列出一些助教觉得比较需要调整的部分。首先，我们要调整的是影像的解析度。影像解析度 ，Motion 里面预设为320宽，高为240 pixel。这里建议改成宽为1280 pixel， 高为720 pixel。再来是影像品质，预设为75，这里我们把它改成90。接着是每秒最高的 frame 数，预设为2，范围是2到100。我们这边建议小于30，太高的话会占太多记忆体空间。这里我们先把它设为10。接下来是杂讯门槛值 （Noise Level）。有些参数必须依照现场状况来调整，例如像是杂讯门槛值 （Noise Level） 或是侦测
变动像素门槛值 threshold 值。杂讯门槛值是指单一像素变动多少以上才视为像素变动，而侦测变动像素门槛值是指多少个像素以上的变动才视为有侦测到物体移动。这个会跟镜头的好坏、安装的角度、光线、现场的各种物体有关，需要各位自己去做调整。简单来说，如果镜头品质不好，画质很差，杂讯很高的话，那可能就要把杂讯门槛值调高一点。如果是很高级的镜头，没有什么杂讯的话，就可以把杂讯门槛值降低。如果镜头刚好面对树叶、窗帘等会飘动的物体，那就可能要把侦测变动像素门槛值调高一些，避免小小的风吹草动就出现警讯。反之，若是画面中的物体都是固定的建筑、道路等，就可以降低侦测变动像素门槛值，让微小的变动也可以精准的侦测出来。这里我们将杂讯门槛值设为64，侦测变动像素门槛值 threshold 设3000。在设定完 motion 的参数之后，我们接下来还要设定另外2个部分。第一个是标示画面中有变动的部分，这里是 local motion mode， 将 off 设定为 on， 以及标示出来要用什么方法把它框出来。local motion style， 我们使用 red box， 用红色方框标示。通常这些数值都要等实际装好之后，经过很多次的测试，才能得到比较恰当的设定值。
所以安装初期先大约设定一下就好了。设定好之后，重新启动 Motion 系统服务。以及检查 Motion 的系统服务状态。由于 Motion 预设会将图片与影片输出储存于 VAR、LIB Motion 这个位置中，但是 Motion 账号并没有该目录的显录权限，因此我们要自行将这个目录的拥有者改为 Motion。如果权限没有设定好，会造成 Motion 终止执行。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先打开 Motion 的储存路径，为 VAR、LIB Motion 这个位置，接着执行 Motion。正常执行之后，只要画面出现变动，就会将变动的画面储存下来。下面是我将输出的图片串成 GIF。当有人入侵时 ，Motion 会自动将画面中有变动的部分，用红色的方框标示出来。接着我们要设定自动通报系统，我们要使用 SSMPT 以及 Gmail 配合指令或程式自动寄信。SSMTP 是一个专门用于送信的系统小工具，可透过标准输入接收邮件资料，并且同步将邮件传送至指定 MTA。进行电子邮件的传递动作，而在结合 Gmail 这类正式的 MTA 之后，就可以轻松让 Mail 这类 Linux 标准的 MUA 具备发信的能力。对于树莓派的物联网应用来说，通常会需要透过电子邮件发送资料，但是鲜少会有收信的需求。所以使用 SSMTP 这种轻量级的发信信号系统，配合外部的 MTA 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以下是在树莓派上设定 SSMTP 与 Gmail MTA 的步骤教学。
使用 APT 安装 SSMTP 以及 Mail UTILS 套件。接着要设定 SSMTP 的设定档，在更改之前，先将预设的 SSMTP 设定档备份起来。接下来就要来编辑 SSMTP 的设定档，设定档的位置在 ECC SSMTP 里面。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 root， 这里是接收系统的 email。我们输入的是对方或是你要寄送的目标位置。接下来是 Mail Hub， 是要使用 Gmail 的 MTA 受信，我们将它设定为 smtp.gmail.com 冒号587。接下来设定 Host Name，Host Name 是 Raspberry Pi。接下来是允许使用者设定 Email from 的栏位，我们将它设定为 Yes， 将前面的分号去除。接下来是 Google 的账号与密码，我们要设定
AUTH user 你的账号，以及你这个要寄送账号的 Google Gmail 的密码，在原始设定档里面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加入。接下来这里要启用安全加密连线，是 USSTAR TTLS 设为 Yes， 还有 USTLS 设为 Yes， 以及输出出错资讯 Debug 设为 Yes。设定完成之后，就可以立即使用了。下面这行指令是使用 SSMTP 送信的范例。我们打 echo， 然后信件主旨设一个 test mail， 然后寄到这个摩克斯的 Gmail 当中。就可以完成寄送信件的工作了。如果你的 Gmail、Google 账户有启用2步骤验证登录，那么在使用一般的 Google 账户密码系统性时，可能会跳出错误讯息 SSMTP failed。造成这个问题原因是 SSMTP 并没有支援2步骤的验证。解决的方法是改用 Google 应用程式专用的密码来登录。以下是处理的步骤：在 Google 登录和安全性网页中，点选具有账户存取的应用程式，将安全性较低的应用程式设为启用。Motion 可以在各种事件发生时执行对应的指令稿。最常见的使用状况就是当发现变动的画面时，或是当系统装置有异常时，主动发送 mail 或是手机即时讯息通知系统管理员。我们可以在 etc motion 的 motion config 设定档中指定各种事件所对应的指令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2个事件的设定档以及设定方式。Motion 设定档中的 onPictureSave 的功能，可以指定当图片储存后要呼叫的指令。这个指令通常会配合 parf 参数一起使用。这个参数代表图片的绝对路径。透过这样的方法，即可将图片传递给程式，做进一步的处理。我们在 onPictureSave 这后面建立一个路径，以及这个路径下的一个点 .sh 档。要记得把前面的分号删除，这条指令才会执行。这里我让 Motion 图片储存之后，呼叫我自己写的
位置为 OPT Motion， 里面有一个 Picture Save 点 sh 的指令稿，并将图片路径一起传过去。而这个指令稿的内容如下。你可以看到第一行井字惊叹号斜线并斜线 bash， 这行是点 sh 档必要的指令。接下来是 file name 等于1，然后最下面这一行是我们要执行的指令。我们使用的是 mpeg 寄信指令，它可以将指令后面的档以及mail 的 address 位置寄送出去。这里可以看到它后 dash h 还有 dash d 的意义。这边后面 dash h 之后是主旨名称，我们设为安全警报，当做主旨。接下来是 file name，就是我们要寄的图片，以及最后一个是我们寄出的 mail address。在我们执行 motion 之后，如果有侦测到变动事件，就会把图片储存下来，并且寄送到我们后面写的 mail address。监视系统的摄影机必须维持正常运作，这样整个系统才有作用。On camera lost 可以指定当摄影机出问题时所要呼叫的指令。如果一台树莓派接了好几个摄影机，可以配合 PART 参数，将出问题的摄影机编号传递出来。我们在 On Camera Loss 的 View 值修改为 OPT Motion Camera Loss 点 sh， 这个我们自己建立的指令稿。一样的，不要忘记在前面需要将分号移除掉，这行指令才可以正常的执行。接下来是 OPT Motion Camera Loss 点 sh 指令稿的内容。这个指令稿是将摄影机故障讯息以 mail 发送到我的信箱。一样的点 sh 档第一行还是要有井字号、惊叹号、斜线并这条，然后接下来是 echo camera shutdown 这里可以设定哪一台摄影机，它可以当它有错误讯息时，它会将这个显示为第几台摄影机，然后并且寄出来，后面是寄送的位置。
Motion 还有支援其他种事件，支援的方法也都类似。同学如果有兴趣，可以查看 ETC Motion 的 Motion Config 的注解说明。另外也还有非常多种的参数可以使用，其注解也有详细的说明。那么这节课时间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会介绍物联网的应用在老人看护上。对于今天课程有问题的同学，欢迎来讨论区做讨论。那么我们下一堂课见。